来荷兰旅行和居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荷兰疫情开放后，有很多人来这里旅行，也有很多人来这里工作和留学。在这里旅行和居住的生活体验是完全不一样，有工作和没工作给你的生活体验也有很大的差别。我的荷兰生活体验也是从旅行开始，我必须说我在荷兰的旅行体验非常棒，超棒，但在这里长居后的生活体验就完全不一样，有很多惊喜，但也有很多惊吓。嘿，大家好，我是小云。如果你只是来荷兰旅行或留学，并没有打算在这里长期生活或工作，那一般这样的生活体验都会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这是因为你无需考虑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也不会常看到自己不习惯和不喜欢的事情。毕竟中西文化的生活方式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有些甚至至今我还在适应当中。比如说荷兰人的家庭观念，我说过荷兰人非常注重他们的家庭生活，但荷兰人的家庭观念和马来西亚的很不一样。最明显的就是父母与成年后子女的关系，还有的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荷兰父母很少会到子女家坐或吃饭，除非父母有帮忙带小孩，不然你很少会看到荷兰父母往子女家跑。我的公公婆婆一年来我们家的次数真的可以说是屈指可数，但子女去父母家是很常见的事情，而且这里的父母也不会每天帮你带小孩，最多1周1天或是2天。当然，当你有急事时，你可以请他们帮你带小孩1-2天，这和亚洲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这里的父母也不会给子女媳妇烧菜做饭，完全没有这件事。即使是和父母一起出外用餐，你会很常看到荷兰家庭进行 AA 制，这是我完全无法接受也做不到的事情。我在这里长居后的真实生活体验是，我发现荷兰人和自己的兄弟姐妹的情感也非常淡薄，他们不太会和自己兄弟姐妹走得太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差不多一样。这或许是因为荷兰父母不依靠子女，在这里没有家用或供养父母之说，荷兰父母也会在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找娱乐，有自己的社交圈，也会和朋友一起去旅行，甚至有自己的 charity work。 所以我个人觉得荷兰家庭成员之间没有太多亲情牵扯。旅行时你无需考虑你该用什么语言和当地人交流，长居在荷兰你也不一定要会说荷兰语。在我身边不会说荷兰语的朋友也不少，不会说荷兰语的同事也很多，只是在生活上比较不方便而已。但在我的视频里，我时常鼓励外国人一定要学当地语言，这主要原因是当你用当地语言和当地人交流时，整个交流过程就会变得比较轻松，当地人也会比较愿意打开心房和你分享更多。我想这在每个国家都差不多一样。在荷兰工作或学校面试时，老板或考官看到你愿意花时间去学当地语言和试着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这些都是 bonus points。 当然我在说荷兰语时也会闹出很多笑话，荷兰人就时常告诉我，你一个外国人说荷兰语特别可爱，只因为我用的荷兰词汇和说的方法和表达的方式都和他们不一样。荷兰人也有他们的口头禅，就像我对他们说 What a pech， 他们第一反应就是先愣了一下，他们没有想到一个外国人也会用他们的口头禅，但之后的反应就是实话实说，我个人觉得学荷兰语最快的方式并不是去上课，而是多交荷兰朋友，然后用荷兰语和他们交流，多观察周边人所用的荷兰词汇，
我看到我不懂的，我都会问我身边的荷兰人，他们一般都会很愿意教你。当然，多看荷兰电视节目，你也可以学到很多当地的日常用语和流行语哦。其实荷兰人有很多特有的习惯，你只有长居在此才有所体验。如果你今天只是来荷兰旅行，你不会觉得荷兰人冷漠，因为荷兰人对于旅客都非常友善，非常热情，非常有礼貌。但真实的荷兰人是非常冷漠。你只有长居在这里，你才会发现荷兰人是没有 small talk， 就只有 hi and bye 的那种，就是一句呼了摸合之后就画上句号。它不像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比较热情，当我们看到邻居时，我们是会和对方打声招呼，然后嘘寒问暖，关心一下对方的近况，问一下对方想去哪里。如果我们把这一些都放在荷兰人的身上，我们会被视为非常非常八卦。对于这件事情，我和我的先生还有我身边的荷兰朋友讨论过，他们的答案都差不多一致，都说这很正常啊，没有什么问题啊，就不是正常的事情吗？而给我的理由就是他们真的不关心，也不想知道对方去哪里，对方的近况怎样，所以就不需要浪费时间做无谓的交流了。我和他们讨论完之后的感觉就是我在对牛弹琴，他们不懂，因为他们就是冷漠。即便你来荷兰留学，你也未必有机会体验到荷兰人的冷漠。你最多体验到荷兰人的冷漠在于他们不会主动邀请你到他家，或者是邀请你去喝杯咖啡，除非对方对你有意思，这很可能还是要 AA 制哦。我在荷兰生活的这些年，最让我感到惊讶的一件事是，当有人在晚饭时间按荷兰人的门铃，不管对方是邻居来借酱油，还是慈善募款者，又或者是推销员，荷兰人都会感到非常不爽。他们会开门，然后告诉对方，这是我们的晚饭时间，以后不要在这个时间点按我们的门铃了，或者是直接就不开门了。如果遇到不识趣的荷兰朋友或是荷兰亲戚，老实说，这发生的几率几乎等于0。如果真是遇到这种状况，他们还是会邀请对方入内，但就不会多一双碗筷，对方就会坐在一旁看着他们吃晚饭。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尴尬，但对于荷兰人来说，这没有什么好尴尬的，这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千万不要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去荷兰人的家，你是不会感到受欢迎的。在荷兰生活这些年，我察觉到荷兰人在荷兰生活和外国人在荷兰生活虽然是在同一个国家，但体验就是完完全全不一样。我们觉得奇怪不合理的事情，在荷兰人眼里就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情。虽然如此，这并没有好与坏、对与错之分，因为自己的生活自己做主，无论如何选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管结果怎样，我们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对吧？在荷兰生活，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去八卦别人的私事。这时你或许就会说，有些荷兰人也非常八卦啊，他们也在乎别人对他们的看法。这些我在之前的视频已经说过，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体来说，荷兰是一个适合旅行和居住的国家。不过在来荷兰生活之前，千万不要抱有太多的憧憬。我一开始就是犯了这个错误，在之后的生活也付出了很多代价。我的经验告诉我，来荷兰生活最好就是带着一个开放式的心态，不管这里发生好事还是坏事，对你来说都是一件新鲜事。用这样的心态在这里生活，你会过得比较从容。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大家新年快乐！我是小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